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下班学 AI 的这个晚上的直播啊！如果听见我声音的，帮我在聊天里面打上1好不好？打上数字1，让我知道你有听见我的声音。好，我们都还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啦，就是上次我的那个直播影片下面有人在上面打说，前面5分钟都是废话啊，毕竟我们这个直播嘛，还是要跟大家互动一下，不然一进来就直接上课，对不对？就跟你大学老师进来也要跟大家哈拉一下嘛，不然直接进来上课多奇怪这样子。OK， 好，一样跟大家祝一个新年快乐，好不好？如果也要祝我新年快乐的，帮我打上 Happy New Year 啊，打上 Happy New Year， 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来上课来学习。然后从2月份开始，我们的直播也都会，虽然变成我们是下班30分钟学 AI 了，但我们还是我们加量不加价这样子啊，加量不加价。有人的麦克风是没关啊，现在先用好，麦克风帮我关一下哈。谁在讲话？我看一下那个麦克风是谁没关的？我怎么找不到？好，我知道这样子。OK， 好，对，所以就是我们之后还是会有60分钟，而且跟大家预告一下，从3月份开始，我会多加一场，在每一周4或每一周5，我们会有一个60分钟，也是分享不同 AI 工具，我会请一些 AI 创业的人或是一些朋友来做分享，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有2个部分，第一部分会由我们的秉勋老师，上次他来分享过了，大家对他应该不熟悉，应该不陌生啦哦，他来分享如何用 AI 打造网站的第一步。因为我跟秉勋老师，我们有一起做一个网站的服务叫 Duda， 然后我们是帮助很多的企业主可以快速而且比较低成本的方式来建构网站。那第二部分会由我来教大家，但这个课程是错的，我刚刚发现我写错，我们今天要教的是60分钟会议记录，10分钟完成。我相信大家应该一天到晚都在做会议记录，如何快速做会议记录，待会也会教大家这样子。好，那一样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阿峰老师。然后我是本业是做 ERP 系统的，我们用的是一套偶度的 ERP 系统，在40年70个国家都有在运作过去我在行政院跟新北市担任过委员的角色，然后在这2年我在台湾理光、华硕、南山人寿、虾皮、欧德家具、尼桑、Toyota、Benz 等单位都有教过课，也在政府单位里面包含像是经济部书发部劳动力发展署、高雄市社会局。那也感谢我们群组一些伙伴啦，像有些伙伴要去有些老师要我去台东教课，有一些人要我去企业里面授课，然后也有一些大学老师要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学校的行政单位的老师一起上课，我都很乐意这样子。OK， 好，那也很幸运过去在一些公开课程里面得到评价都还算不错，都可以拿到满分5分都可以拿到4点多4.8 4.7都有这样分数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有个部落格有看过我部落格的，帮我打上 AI 峰哥好不好？对，我的 AI 峰哥目前已经写了100多篇文章，已经有将近2万多个人读过了已经写过100多篇文章，2万多人读过，还不知道的人赶快到 Google 搜寻 AI 峰哥，就找得到我的文章内容。然后也在我们的 LINE 的社群里面，我每一天也都跟大家做分享，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订我们的电子报。然后每天我都寄送这些内容给大家，这样子感谢明亨感谢这个长龙哥都有看我们的文章。然后如果你没有时间看也没关系我们又把文章变成 Podcast， 你可以去 Google 下班学 AI 夜 Talk 这就是我有个分身叫峰妹还有那个阿峰老师也是我的 AI 的数字人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我们的文章内容这样子。好，那话不多说了，今天第一 part 我们就要邀请的是我们秉勋老师。秉勋老师在 AI 教学方面非常非常的有经验，而且他不止会像今天他教的是 AI 打造网站，他自己也很擅长做行销上面的 AI 跟人资上面的 AI。所以待会如果你也想问他一些行销或人资上面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尽量的来问他问题。如果你害羞的话我们今天特别我们有加开一场不是加开一场我们有加开到 YouTube 上面做直播，我再贴给大家，你可以跑到 YouTube 那边就 YouTube 那边可以匿名嘛，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反正阿峰老师有看另外一台电脑有看到的话，我们再来帮你询问一下我们的秉轩老师。那过程当中，秉轩老师跟我会用互动的方式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询问他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打字，或者你可以在那个 YouTube 里面来做互动，好不好？那就一样，借由各位我们的数位掌声，在聊天室里
在会议室聊天室里面打上数字888，用数位掌声，我们欢迎秉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用 AI 打造你的网站的第一步。好，我们欢迎秉轩老师。哇，感谢感谢，果然是这个阿峰老师社群的朋友们。哦，我来切换一下画面。好，那如果可以看得清楚画面，也听得清楚声音的话呢，这个你可以帮我留言一下喽。如果有在使用 AI 的话呢，帮我留言 A 加。那如果还没有，但你已经准备开始的话，你就帮我留言 A。好，我们来确认一下今天的朋友大概使用的一个状态。好，已经有的是 A 加，那准备的是 A 这样子。好，诶，大家很客气哦，大家都是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好，没问题，没问题。明亨啊，乐器啊，瑞啊等等。OK，好，非常的感谢。那其实我们今天比较贪心一点，啊，希望这个半小时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 GPT 做这个网站的企划，然后心智图的整理，那甚至简单带一下 Duda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网站架设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哦。好，那我们想要用一个这个比较有趣的形式来跟线上的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所以呢，要让大家来猜一猜哦，这边有4个选项嘛，那其中有一个是假的哦，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子。好，那我就不一一念过了，所以这 A、B、C、D 4个选项有跟我的这个经验有关的，那有跟这个身份有关的，那也有跟合作对象有关的啊，有一个是错的啊，有一个是不符合事实的。OK OK，哇，这个啊，对对对哦，这个选项我们如果上次有参加过的人，应该会这个小小这个算是知道答案，对不对？好。哦，真的假的？好，那我们就可以那个一起来看一下了。好，哦，今天有很多都是上次也有来的朋友们。OK，好，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前面几个经历都是对的，这样子。然后我是药学系毕业之后，先到一个非营利教育组织，那因为在带高中生做自主学习，都在引导同学们做一些自己认识自己啊，然后设定主题目标等等的这些就是要去引导跟提问，这个能力就相当于去训练 AI 下提示词的这个能力，所以才会有机会呢，就是在25岁的时候去到学校进行研习，那也在企业去分享如何用生成 AI 去加速自己的工作流程等等。这样，那后面也有幸跟这个资策会有生成 AI 应用的这个合作，这样子。好，那当然了，减重是一个比较个人化一点的一个经验，不过呢，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成就，所以就把它放进自我介绍里面。好，那今天希望可以有时间，然后可以带到这3块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先简单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块哦，就是ChatGPT，ChatGPT 我给它一个比较新的一点的名词，叫做这个第三大脑。就是我们原先有第一大脑嘛，那我们常会说这个电脑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其实现在生成 AI 就好像是这个第三大脑一样。我们可以给它的东西呢，其实包含左边所有东西哦，就是不管我们是用文字，或者是现在ChatGPT 语音输入也非常的方便，或者是我可能提供给它的是一个既有的这个图像，好，那经过它中间就是任何的语言模型嘛，当然这个 ChatGPT 只是一种，然后可能还有像是Gemini 啊，哈，或者是这个 FB Meta 系列的，其实也都非常的多。那它有机会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呢？也可以变成右边的任何一种形式哦。好，所以我可以怎么跟它加工处理呢？我可以请它做摘要啦，然后我也可以请它去跟它一问一答，那或者是请它帮我加工成图像等等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呢，这个不会光说不练啦啊，所以也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比方说这样子好了，然后这边有一个指令叫做网络行销大师，然后深入洞察人性，啊，这边我就把这个指令给它贴一下。我可以来到这个 ChatGPT 上面，啊，先把一些用不到的关掉。诶，
等一下哦，把它贴上来，让它具备这个行销方面的一些能力，这样子，让它做一个基础的这个设定。好，那当然，我们网站的这个内容，这个基础的定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指令。诶，我的品牌，我先给它一个我在经营的，不管是我的这个服务项目，诶，我的同志是我的服务项目，就可以自己去做替换，这样子。好，那我让它再扮演一下这个焦点访谈的专家。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 AI 它，诶，我们不要直接给它答案哦，就是反而是先跟它进行一些有来有往的这个讨论。好，那他就会开始跟我，先询问我这些问题。哎，你过往跟客户的时候，我们的网卡这个啊，并且分享你的这个感受，这样子。好，那甚至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跟他做一个示范就好了。哎，这个有你提供了这个品质优越的服务，然后很有成就感。好，简单回答就好。当然，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可以这个更进阶一点。哦，所以其实GPT 可以依照着我们的回答，然后逐步的去挖掘出说，到底我们的服务跟可能一样都是在提供，因为这边的举例是旅游网络漫游网卡，诶，跟其他这个不同家竞争厂商，诶，这个到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这样他说，除了顺利上网，他们最常提到的额外惊喜是什么呢？哦，这个就可以进一步的再往下思考，诶，所以是可能是稳定度。然后还有服务品质。好，这个他的提问是真的是非常的帮助我们思考。如果我在选择网卡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他们最有可能怎么说？OK，那是比如说最值得信赖的无线网卡。好，第四个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哦，好，比方说两个都有。接下来聊第五个问题了。OK，在关键时刻。好。最能够打动人的画面会是什么？哦，就是在重大时刻，啊，也能拥有这个稳定的连线品质。啊，请同整以上作为品牌服务论述。OK，那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说，它就可以开始统整，到底刚刚讲到的优点是哪一些？然后其实也把最重要的3点，稳定啊、及时啊、信赖，确保不会错过任何重要讯息。这边就可以把前面的5个提问，有没有？因为我们前面是跟他说要给我用5个提问，然后不要直接给我建议，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去把品牌也挖掘出来。好，那关于这个内容的定位，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比方说这个，我是属于自己比较有一些想法的，这时候我也可以自己输入品牌的这个关键字。然后刚刚那个峰哥也有在留言区说，哎，这个原来 AD 哥有在现场。好，好，如果我自己是知道这些重要的关键字的话，那我就让他依照着这些做品牌的重要的点，形象建立、价值传达，还有这个锁定特定与受众哦，直接去拟定一份内容企划书这样子。好，那其实现在的 GPT 哦，你可以看到它
好，蛮聪明的哦，就是他，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内容的形式，应该说产出的形式有提到这个企划书，这样，所以他直接就开启了另外一个可以编辑的模式，然后就直接打在右边，好，所以呈现的格式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包含到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好，然后好，你可以看他写的非常的仔细哦，这形象建立该怎么做。啊，包括英雄形象区主要卖点，你可以怎么说？包含了这3点啊，这个特色区域有什么？啊，甚至直接建议你说，如果你要放一些比较的图表，你可以做哪些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呃第一次要去架设网站的那个品牌来说，就可以不用全部都是从零开始，就是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你应该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这些基础的内容规划，其实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嘛，然后甚至他也可以建议你说，你应该写到哪一些这个适用的这个对象。那当然我们会依照着真实的情况，再回过头来做一些调整。好，然后比方说这个常见的 FAQ，这边其实也列了4个，也蛮好的。OK，好，所以其实当然他还写了非常多，我们就不全部把它看完。可是我们这样基础的看一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蛮好用的。好，那当然啦，这个一个那个网站的内容上面，这个当然充满了部落格文章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去大大的提升信任感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指令，好，这个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主题给它啊，比方我是在写数位生产力好了，好，那我要从这个数位生产力提升，去写出10个标题，好，那当然这边有给他一些。这个有关于写好文章哦，你要符合痛点嘛，跟那个诶阅读者他们会有一些渴望啊，或是你要找到他的共通语言啊，那我当然也有给他一些例子，这个指令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哎呦，我们好，苍龙哥有举手哦，是认真的诶 问问题吗？苍龙哥，e v e r y 这个这个账号，苍龙哥，我们百年品牌03亿的老板，可能不小心按到了。我刚刚本来就想要问说，那个别老师，这些指令词有没有机会提供一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玩一下？好啊，当然，我这边想要的好不好？在聊天室打上一个一，好不好？想要的打上一个一啊。那果然苍龙哥举手就是想要的意思了啊。那个盛祥的这个天才，我说数字的一，你给我打英文的一。OK，培训也在线上，哇，培训也非常热爱学习。宝这边，林啊，那些都是很棒的伙伴。Joseph，hello，好的，来来来，很多人都打一啊，打一的才好，能用哦，贴过来没打一的不能用。，OK，好，我把它贴过来了。啊，大家记得用的时候，你不要盖过老师的东西哦，老师还在教课。对，所以我暂时是用那个 viewer 而已。OK OK，viewer，对，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要那个，你就对着它按右键，把这个复制起来，然后在 大家可以边听，然后边感 PPT 上，受一下老师的教学内容。来，比老师继续。可以，好，没问题。好，所以我们刚刚是用这个文章规划的第一个，我来到 GPT 上面，把它送出。好，其实，在做这个内容的产出上面呢、有时候会是越专业的人反而会越不知道自己该写些什么，或者是还能写些什么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一个指令它也是在帮助这些足够专业的品牌或者是这个服务提供者或者专业服务者，他们可以去延伸一下，就是原来我还可以写这一些这样子。好。那包含到说，数位工具一天提多出3小时，好，为什么别人工作8小时完成，你却加班到深夜？好，这个高效人士都在用的10大数位生产力工具。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比方共通语言的这3个好了，这边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下，这个共通语言的8、9、10这3个，好，这个大家对于哪一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感觉的呢？是八、9还是10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朋友们。好，乐琪说八，然后我们的峰哥9，应该是8。
OK，8非常的多哦，上班族必学，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下班学 AI 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上班族必学这个都很有兴趣，这样子。好啊，好啊，好，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概念呐，然后一个概念，然后去衍生出这个10个主题，这样。那甚至我们如果要进一步去强化它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给他们的意见，就我跟他说，我觉得八很好，哦，可以吸引这些一些上班族，请给请给我更多类似的主题。这样子，它就依照着我们的概念，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呃，有更多符合我们期待的这个主题产生，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这个指令我就不把它全部都用完，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再来使用，后面可能还有包含到选一个喜欢的标题呀、然后去加上一个这个有转换力道的文案，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哦，就是在于这个 GPT 上面。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这个工具叫做 Whimsical 啊，叫做 Whimsical。那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图表的工具，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先讲结论，结论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快速的构思嘛，比方说我的这个示意图，好，就是比方我是在做这个保养品的这个提供，对不对？那当然我不能直接去销售保养品哦，因为这个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被销售，所以现在的人是喜欢你跟他分享一些生活化的知识，对他有帮助的知识。那我可能就写一篇懒人的男生怎么样来做保养的技巧，这样子。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图表工具，然后它可以一键就产出这个后面的部分。就我只有给他懒人男性保养技巧，然后他快速的给我后面的那5个项目，这样。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到的呢？OK，好，那我就略过那个就是最基础的，好，就是我们已经前面在网络上搜寻过 Whimsical，然后也登入来到它的网站这样子。好，目前来到这里，那最左边这边有一个很像心智图，没错，就是这一个。好，我们就按它一下，OK，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快速的输入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这样子。那比方说，我要来做一个这个肾脏科医师诊所网站规划。好，那这边有个小建议啦，就是我们可以用那个问句的方式，例如说如何做肾脏科医师诊所的网站规划这样子。那它的那个一键产出功能就在这里，它的这个星星这边有一个 generate idea，这个星星就是一键产出。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等它一下，它就可以帮我们产出后面，哇，所以这个一个肾脏科医师的网站，它到底应该要包含哪一些内容？好，那与此同时，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这个探索 GPT 里面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好，那这个工具呢，它叫做这个 Mermaid Chart，OK，大概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logo。好，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你就点进这个探索 GPT 里面。然后它最近好像蛮红的，所以我刚在尝试的时候就试了一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的对话过程哦。就是帮我做一个肾脏科医师的网站规划架构图这样子。那第一句指令呢，我想所有人都下得出来，好，但是后面这个可能就不一定，好，就是你要告诉他重点在哪里。我希望有主轴啊，我希望内页啊，我希望有重点的精华，我希望可以做一些这个举例，这样。好，所以他就会给你建议说，你要有首页，首页这个大家知道嘛，但是重点在哪里？你要有最新公告，他很在意啊，你的服务，接下来关于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你要告诉他诊所的环境怎么样，好，然后跟这个创办的医师他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对不对？医师团队大家都知道要写，但是你有没有把大家 care 的环境跟一些理念写出来？啊，医疗服务包含哪一些？那这个比较需要依照着真实的情况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好，那在病患专区，这个就诊须知跟一些健康的资讯，这样好，那它其实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转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树状图。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叫做 Mermaid Chart。那如果有需要修改的话，你就可以再点进去它的这个编辑器里面，这样。好，诶，它刚是不是当掉了？按一次，我没有产出。哦，有诶，OK OK，好，所以刚刚其实是没有按到，好，没关系。他告诉你说，你要先确认，好，所以这个步骤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它其实有一点像是这个形象网站架设的这个小顾问了？有没有？他问你说你的主要目标到底有哪一些？哦，你是要提供资讯而已吗？还是你希望做到预约挂号？那你要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啊，确定目标受众，啊，提供规划网站架构，创建内容策略，这样。那我们甚至可以不断的去考验它。哦，这个是第一层的，对不对？有人免费问说，使用，免费使用的次数，诶，Whimsical 是没有特别去限制的。那唯一呃会遇到怎么讲呢？额度不会有限制，但是能力会有。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已经有这个叫第一层嘛，那我就再按一次 Generate，它一定会越来越，没，就会到它的极限这样子。比方说，我这边在产出，你会发现，它还是写的不错哦。好，你要提供首页啊，提供关于我们，好，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在这边已经是第二层了，我再给它产出，就是你会慢慢的发现有些地方开始重复，有没有？这边这边跟的所有，然后这边跟这边，其实就开始重复了，这样子。所以比较会遇到的是能力上的极限，对。那至于你要产出几次的话，倒是还好。OK，好，所以这个工具叫做 Whimsical，它其实有超级多功能的哦，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图表的工具，那只是它刚好有这个 AI 弹出心智图的功能。好，所以这个是这个 Whimsical 的部分，这样。那因为像这样的图表工具，它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去降低这个沟通的时间嘛。哦，就是因为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我现在跟你讲哦，好，我觉得我们的服务项目里面，然后应该还要再包含到哪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治疗方式其实没有这一页，那我觉得这一页其实很重要，等等，就可以这样子来跟相关的人士去做一些沟通。好，那最后的话呢，要来带大家分享看到的是这个 Duda。那 Duda 的话，好，Duda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就可以去做到这个架设网站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具体来说有什么。好，那比方说，它可以快速的去抓出我们这个商业的定位。那这边的举例就当然可以让我这个自己自肥一下啊，就比方说，举例来说，如果我要帮自己的这个培训服务去架设一个网站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范。好，那这边它有一个这个智慧助理的这个功能，好，先继续播。好，这边有个智慧助理的这个功能，然后可以选择这个段落。好，然后这个指令的话就是公司的名字啊，然后语调是什么，重点是什么，这样，啊，他就可以依照着我们给他的原始资料，我原先给他的是这个培训履历上面常常有的资料，他就可以帮我写成好像这样子的介绍文字。我们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核心优势到底在哪里？然后可以帮助你解决什么问题？好像这样子的论述就可以很轻松的做产出，然后抓到自己的这个定位。好，然后第二块的话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多没有做过网站的人的一大福音。也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个首页它应该要什么，我大概知道关于我这页要什么。可是有时候，哎，这几个最重要的页面出来之后，其他页面我就突然不太会有，就突然没有什么灵感。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补齐我们对于各个段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的灵感的空缺，这样就可以按一下这个人工智慧生成。好，我一样再把一样的资料给他，哦，公司名称啊，业务特点，好，跟我的语气是什么，请他帮我来产生一个段落，这样子，还有点像是我的这个首页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块，好，这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知道，专注于什么，生成 AI 工作力的培训，然后特点在于哪里，有感学习啊，立即应用职场 AI 是，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是写的非常非常的精准，而且它后面那个配图，大家应该也有感觉到，对不对？就看起来就是有一个机器呀、然后我甚至觉得它那个很有意思的，就它那个是它那个图是 AI 是 Duda 的 AI 做的对后面的那个图也是，哦。哎，这个我当然我自己是有一些解读在里面，就是本来这个线是很混乱的，有没有？然后透过这个机器人的整理，对对，这样好像有点暗示的那个意味在里面。我是觉得蛮刚好的，但是也刚好也是很有趣，就搭配它那个文案这样子结合起来，很有意思。好，那Duda 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跟很多的这个模板，就是说架设网站的模板工具很像，就是它一样的是有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让人去做参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比方我现在要新增一个这个区段，好，那它其实就有很多内建的参考的样式啊。哦，对，因为除了从零开始自动生成哦，你可能不见，就说你可能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选，那你就可以从这些现有的，比方说我们在做这个客户案例的时候，像这样子的 logo 墙，它其实就很适合让我们去做呈现。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样式，然后1秒就可以去带入，然后我们就只要把中间的图换成我们自己要的就好了。OK，好，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其实比较大的一个挑战点是，有时候我们是服务嘛，好，那服务的话呢，就会怎么办？一下子没有这个适合这个照片可以去提供，那我们这个时候抽象的概念到底要怎么做呢？好，这个时候，当然我是额外的去用到一个就是用 AI 来画图的工具。这个工具呢，这个今天算是讲那个分享一点点了，然后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多讲一点。这个是 工具叫做 Recraft 吗？对，对，这个工具叫做 Recraft，这样子，Recraft。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打上指令啊，然后你可以设定一些色彩，好，然后比例什么的，这样。那 AI 智能媒合系统，好，也就是说，这个好像很难描述，对不对？好，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图来这个形容。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个它有写到关键字 AI，然后好像这个人跟人的合作可以更加的紧密。像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产出的这个结果。OK，好，所以呢，最后用一个图好来稍微总结一下。好，就是这个 Duda 的话，它是怎么样发挥到 AI 设计的功能呢？好，就是不管是智能化的版面设计，然后或者是自动化的设计的风格啊，或者是这个自动生成这个背景图片等等，它其实有非常齐全的这个功能。那我觉得其实在于网站，所有的品牌要开始架设网站的时候呢，其实常常遇到的问题点都是，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选择合适的这个图片，这样子，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些版面的这个设计，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些版面应该有，然后哪些版面是应该要什么样子的内容。好，所以希望今天这个短短可能半个小时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收获，有一些启发，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 AI 在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AI 在赋能，就是我们灵感的汇整这件事情。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拆解工作本质，来告诉 AI 说，我觉得哪里很好，我觉得哪里不好，然后哪里你可以多强化一点，这样，然后就可以让 AI 的产出可以越来越好。好，那
我自己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的 AI 培训可以更加生动一点。所以如果在实体的课程的话，最近在努力的事情就是去融入一些活动，然后最近也去拿了一些认证，叫做 AL 的加速式学习，然后目前是有拿到引导跟课程设计的这个双认证。所以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可以跟各位朋友在实体的场域里面见面。这样，那这是我后续进一步交流的这个方式。那我自己也有一个社团是在探讨这个 AI 社群行销应用的，所以上面有很多很热心啊，然后这个很热情分享的高手。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再加入这一边。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然后感谢大家的参与。